拿来吧你！我操！你给我下去吧你！我的名字叫上贤，是个孤儿，自幼被教堂的神父养大，所以我有一颗怜悯众生的心。每次见到病人的伤痛，或者是信徒虔诚的祈祷，我就会伤心不已。所以我决定到梵蒂冈去参加一个存活率1/1000的疫苗试验。来到这里的一共有600名志愿者。我进行完体检以后，就跟他们住到了一起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他们全部注射疫苗相继去世。今天终于轮到了我。在注射完疫苗的第2天，我的身体就出现了不适，手上长满了水泡，手指甲也开始掉落。就在我拿起笛子吹最喜欢的曲子时，嘴里不停地涌出了鲜血。医护人员紧急将我带到手术室进行输血抢救。可是刚刚折腾了一会儿，他们就将我放弃，盖上了白布。可神奇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，我居然复活了。回国以后，我更是成为了众多信徒心目中的神。可我并没有将自己伪装成一个神棍，而是跟以前一样做着善事。这天，一个大妈找上了我，她的儿子得了绝症，希望我去为他祈祷。来到医院后，我才发现大妈的儿子居然是我的小学同学强宇。祈祷完以后，大妈邀请我到家里做客。就在此时，强宇的童养媳泰珠天真可爱的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不一会，强宇也带着朋友回到家中，他们都听说过我的事迹，对我非常尊重。我看到强宇这个大傻子当众侮辱泰珠，就感觉一阵心痛。回到家中之后，怪事就发生了。我的听觉变得十分敏锐，不仅邻居家做饭的声音，就连千里之外的风吹草动我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扭头一看，更是看到了我胳膊上的螨虫。可能是使用这种能力太过劳累，我直接晕了过去。次日，我感受到了阳光的灼烧，于是我躲进衣柜里，直到天黑才敢出来。这时，我的身上居然又长满了那种水泡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用绷带将脸挡起来，去替伤者祈祷。这个伤者是出了车祸，一会要进行最后的抢救。当我看到他的鲜血时，突然有了一种嗜血的冲动。看着一旁的护士，我还是忍住了这种冲动，开始替他祈祷。在念经的时候，我实在没忍住，就吸食了一口。果然就是这种感觉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潜入植物人的病房，开始吸食美味。果然，我脸上的水痘很快就消失了。此时，我突然有了一种大胆的想法。果然，如同我所想的那样，我应该已经成了吸血鬼。就在我准备回去休息的时候，居然遇到了光脚出来跑步的泰珠。我担心他的脚被扎破，于是就冲上去将我的皮鞋给了他。泰珠也十分疑惑地看向了我，我并没有说什么，转身就离开了。回到教堂以后，我就把我的变化如实告诉了神父，但是想要维持这种能力，就要不停地吸食人血。神父二话没说就割破了自己的大动脉，我也没有客气，急忙替神父止血。次日再次来到强宇家时，泰珠看我的眼神也不一样，于是我就找了个借口暂时离开了这里，然后跟着泰珠来到了强宇家的服装店。原来泰珠为我准备了一双新的皮鞋。在这种气氛下，历经世事的我也献出了我的初吻。就在我们两个要放飞自我的时候，却被强宇的母亲打断。随后我便从窗户又回到了强宇家中。我发现泰珠只是答应的晚了一点，就遭受婆婆的虐待。次日，泰珠向婆婆提出要到医院做工补贴家用，刻薄的婆婆没有多想就同意了下来，而她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和我在这里放飞自我。事情结束以后，泰珠就开始吃晚饭补充体力，而我也不想瞒着她，就坦白了我的事。泰珠却被这惊人的一幕吓跑，我十分不甘心，就来到洗手间外面蹲守。眼看泰珠来到了洗手间，我直接冲了进去，跟她解释。我告诉她，吸血鬼其实和人一样，只不过是生活习性不同而已，而我对她的爱没有改变。就在我抱起她要跳窗离开的时候，外面又传来了强宇的声音，不想被他们看到，只好先行离开。而泰珠看到我超人的力量后，也有了其他的想法。果然，第二天晚上，泰珠又出来跟我幽会，并且让我给他展示吸血鬼的力量。我轻松掰开硬币以后，又带他在城市里自由的飞翔。从此以后，每当强宇睡着以后，就成了我和泰珠约会的时间。可是好景不长，他们似乎发现了泰珠的异常，就把卧室的大门上加了一把锁。我十分不放心，就从窗户跳进来查看。可我发现泰珠的身上有很多伤痕，
我以为这一切都是强宇干的，就要把他解决，可是泰珠却阻止了我，不想让我明目张胆的杀人。于是第二天晚上，我就约乔宇夫妻二人一起到湖里夜钓。强宇这个不知死活的，还在我面前欺负泰珠，我直接抓着他跳进湖里，将他溺死。做完这一切以后，我们就打电话报警，谎称我们在钓鱼的时候小船翻了，这也没有引起他人的怀疑，因为经常有人在这里溺水。做完这件事以后，我还是感觉心中有愧，于是就到神父面前忏悔。可是神父却想利用这个机会吸食我的血液，变成吸血鬼，我自然不能答应他这个条件，直接将他吸干。次日，我又来到强宇的家中看望强宇的母亲，可他见到我之后非常激动，居然被气得抽了过去。送到医院后，强宇的母亲已经变成了植物人。从此以后，我就更加肆无忌惮地住在了他的家中。可是强宇的鬼魂却不消停，整天过来整事情。这天是泰珠的生日，泰珠邀请我过来一起替她庆生。可就在吃完蛋糕以后，强宇的鬼魂再次出现，泰珠被控制着说出了当天加害强宇的事情。我发现泰珠的样子不对劲后，就开始寻找强宇。他突然从背后出现，袭击了我。可我现在毕竟是个吸血鬼，很快就让他魂飞魄散。强宇的母亲见到这一幕，又被气得口吐白沫。就在此时，我身上的水泡又冒了出来。我想要拿强宇的母亲补充能量，却被泰珠拒绝。他还用言语激怒我，一时冲动就将他掐死，然后痛快地饱餐了一顿。我一抬头就看到强宇的母亲正死死地盯着我。此时我才清醒过来，急忙用我的血液救活了泰珠。泰珠自然也有了跟我相同的能力。等我走后，泰珠居然开始独自寻找猎物。只见他假装被车撞到，趁司机下车查看的时候，他一拳将司机打晕，然后拖到没人的地方开始吸血。饱餐一顿后，他就将司机挖个坑埋了起来。等再次见到泰珠的时候，我就闻到了他身上的血腥味，于是就开始劝说他不要伤害人命，饿了可以去医院的血库。可泰珠执意要喝新鲜血。泰珠认为他现在跟我有相同的能力，根本不害怕我，于是我就让他知道了初代吸血鬼和二代吸血鬼的区别。把泰珠带回家后，我急忙找来冷藏的血液给他灌下去，可没想到他一口全部都吐了出来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出去给他找医生，而我找来的医生也成了他的晚餐。我不忍心看到这一幕，就到外面透气，可医生的惨叫声依然环绕在我的耳边。次日，强宇家的亲戚按照惯例又来到这里聚会，我只好和泰珠一起应付他们。可没想到，瘫痪多日的强宇母亲居然用自己的意志力在轮椅上刻下了求救信号。我不想理他们的家务事，就独自来到了2楼，而泰珠却展开了疯狂杀戮。眼看泰珠的嫂子逃上了楼，我就假装吸她的血，救了她一命。随后我便趁着天黑，带着最后的口粮和泰珠一起离开了这里。当我们走远后，嫂子才从地上爬起来。泰珠看到我脸上的水痘后，就发现了不对劲，可此时为时已晚，我已经带她来到了海边。我熄火后直接将车钥匙掰断，然后下车扔到远方。泰珠见状，立刻把我塞进了后备箱，躲避阳光。可此时的我已经想通了，像我们这种人就不应该在世上继续害人。泰珠想要躲到车下，我直接将车推开。泰珠似乎也明白了我的心意，她换上了最初我送给她的那双皮鞋，跟我坐在了一起。我曾经也想过能和她这么一起长长久久住一生，可由于吸血鬼的能力，让我们的一切都变了。我只好选择这种方式，希望下辈子能再跟泰珠在一起。随着太阳的升起，我们两个一起化作灰飞。到这里，我的故事也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见。